迎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月玲绿变。今儿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天然的彩色珍珠包心粉圆。之前已经分享过很多不同种类珍珠的做法，今天做的是彩色版包心粉圆，好看又好吃哦。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，所有的材料配方跟文字食谱的连结我都放在资讯栏里面了，大家可以多加利用。粉类的部分呢，我还是建议用树薯淀粉哦。比起地瓜粉或是马铃薯淀粉，树薯淀粉在遇冷之后呢，口感比较不容易变硬。但是这类淀粉呢，还是逃不过淀粉老化的问题哦。煮好之后呢，时间放置越长，口感就会越来越不好。所以尽量现煮现吃，口感是最好的。事先多做的可以先放冷冻。今天要做的是彩色版的珍珠哦，利用蔬果天然的颜色来制作。我今天用的是芒果跟火龙果，也可以用百香果、柳橙、凤梨、葡萄、小黄瓜等来制作。水果的部分呢，我各取50克，水分呢大概是30到40克。因为不同种类的水果水分含量也不太相同哦，所以加入的水分呢还是要自行的微调。像今天芒果的部分呢，我就用40克的水哦，火龙果的部分就用30克，因为芒果整体的水分含量比较少一些。如果你是使用市售的葡萄汁，完全没有任何渣，直接使用70到75克的葡萄汁就可以。另外一种调色的方法也很天然哦，就是运用市售天然的蔬果粉，或是运用天然的抹茶粉，效果也很好。因为市售抹茶粉的种类很多哦，可能要专门找烘焙专用的，颜色才会够鲜绿、够漂亮。我知道有人要问这些哪里买，蔬果粉、抹茶粉我都是在网络买的。包心粉圆里面的馅料呢，主要就是蜜红豆，也可以用蜜大豆，用自制的或是市售的都可以。如果用的是蜜大豆，要分割一下哦，才不会太大。如何自制蜜红豆蜜大豆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我过去的食谱。先把选用的水果呢加入清水，打成果汁。建议用破壁型的调理机哦，可以打得很细。如果是选用市售没有含渣的蔬果汁哦，果汁量大概使用70到75克就可以。接着把打好的水果汁呢放入调理锅当中，开大火煮到大滚，一定要煮到完全大滚哦，这个是成功的关键。大滚之后立刻冲入树薯粉当中。在拍片的当天呢，我冲入芒果汁的时间大概 delay 了5秒钟。目前镜头上的画面呢，就可以看到其实没有顺利的糊化成功，大概是非牛顿流体的状态哦。我补了一点点的树薯粉，还是救回来了。所以大家记得，就算你失败了，只要补一点粉哦，调整一下还是可以成功的。记得太干就补点水，太湿呢就补点树薯淀粉。这团面团还是救回来了，还是可以制作哦。另外这团呢就是顺利糊化的面团，你看它的延展性哦，非常非常的好。这个就代表你冲入的水的温度呢是正确的，淀粉有顺利的糊化成功。完成的面团呢，只要分割搓圆，就是珍珠粉圆咯。因为粉圆的面团表面非常容易干燥，记得要盖上一个湿布或是湿纸巾。正式来包心粉圆了。抓捏一小块的面团，压扁，这个就是刚刚救回来的面团哦。边缘比较容易粉裂，但是还是可以顺利的包裹哦，就把它包起来，把多余的粉捏除掉。用按压的方式把它边按边揉圆。揉圆的时候呢，手法也不要太过用力下压哦，太大力会裂开哦。这颗不合格，怕等一下会爆馅。再包一次给大家看，用这个比较有延展性的来示范哦。一样把它压扁，包覆我们的蜜红豆。适量的面团包裹住蜜红豆之后，多余的部分把它剥掉。接着把粉圆揉圆，就是非常可爱的包心粉圆了。密封好，
冰箱冷冻保存3到4个月不是问题。需要的时候不用退冰，直接煮就可以咯。开大火煮滚一锅水，煮滚后加入包心粉圆，下水后稍微搅动一下，避免粘底。大滚之后呢，稍微调整火力到中小火，计时10分钟。中途呢，可以稍微搅拌一下。10分钟到后呢，关火，盖锅盖，再继续焖个10分钟。因为外皮呢只有薄薄的一层，里面也是熟的，所以很好煮透哦。时间到后呢，我们滤除多余的水分，然后用过滤水或是冷开水，把珍珠表面的粘液给冲洗掉。把沥干水分的包心粉圆拌上蜂蜜或是枫糖浆，搅拌一下，就是非常好吃的包心粉圆咯。配上各式的甜汤甜品，或者直接单吃，都非常好吃哦。发现直接淋上炼乳也是一个赞。加上气泡水的喝法，非常奇妙的口感，令人惊艳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。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Of everyone you've ever